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号，这是我们这里的夏天，7月份。你看，我还是穿着薄的那个秋衣在家，因为呢，我们这里啊，今天全天都是下雨，到了下雨的时候呢，就比较凉。比如说，我看了气温，我们这里白天是17度，晚上可能是13度，因为是下雨，所以这白天和晚上的气温它相差不大。我们这里正常的夏天在德国这边，在我这德国西部这边，正常白天大概是25度左右，然后晚上呢一般不会超过15度，也就是很像咱们云南昆明的那种气候。我们这里呢一年大概有2个礼拜，最糟糕的那年份可能有1个月，它的白天可以超过30度。最热那几天可能会有2、3天超过35度到38度，那就是不得了了啊，已经是热得不行了。但是即使这样，我们这里的晚上极少有超过20度气温的。所以呢，有的朋友来到欧洲之后，来出差的或者旅游的，特别是你跨过了阿尔卑斯山往北的国家，比如说进入瑞士、奥地利、德国、比利时啊、荷兰、丹麦这边，你们就发现我们这边的居民楼啊，外面几乎是没有空调外机的。所以呢，有的不了解这种事情的朋友们可能会认为，哎呀，这欧洲人本来是发达国家的，那为什么空调都安不起呢？是不是没钱呢？或者怎么样？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当然呢，相对来说，在德国这边，如果是买空调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国内要贵得多，这是肯定的。然后呢，在这边还有安装费，还有运输费，这些都要加上去。最后呢，可能比如说在国内就2000块人民币的空调，包括安装了，那么在德国可能会4、5千，甚至1万人民币都有可能。因为我没有安过啊，所以呢我就不好说。我认为呢，应该是在5000到1万块钱左右就可以安装一个空调了。然后我还说，就展开一下所谓在这种西方这种国家，是不是有很多自由呢？像这个在德国就没有安装空调的自由，大家没有听错啊！你想安装空调，那不容易啊，特别是在城市里面。比如说我们这栋楼如果是不属于你一个人的，其中有1个邻居他不同意你安装，那你对不起，你不可能安装，因为邻居会说你空调的外机太吵了，影响我的健康了。或者如果你安装在那个墙外，你改变了墙的外观，如果邻居反对，那你也是不能安装的啊。这点与中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是人家文化不一样。其实我们非常想安装那个空调，因为有的时候有空调肯定要比没有空调更舒服，对吧？但是没有办法呀，40多户，你想安装，只要有1户反对，那你就不行啊。而且我们这里有规定啊，不能改变外墙的任何外观，不管是你换窗子也好，还是换门也好，或者是换那个阳台那个栏杆也好，你都不可能自己做出决定，一定要经过业主大会的同意才可以。否则，对不起，你即使自己做主，做出了改变，那对不起，到时呢，你又老老实实的把它弄成原形，花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情，因为你不事先经过业主大会同意，你就违反了规定，对吧？所以呢，在德国不是说你想安空调就可以的，很多人其实也想安装，因为现在全球变暖是大趋势，德国也一样。和30年相比，我们这里的冬天，特别是冬天明显啊，雪比冬天少了很多。记得30年前我刚到德国的时候，我在斯图加特，那里每年都有几场很大的雪。我们当时校园啊，我记得最厚的一次大概有20公分以上吧，至少有20公分以上，反正非常厚。我这个南方人，当时看见那么大的雪，兴奋得不得了，因为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我当时在北京念书的时候，也是每年盼星星、盼月亮、盼下次大雪，也不容易啊。下过的最大的雪大概有5公分厚左右，那已经是非常大的雪了。
在德国那是20公分，特别特别厚。在阿尔卑斯山里面就更厚了，有的可能是几尺都有可能。所以呢，冬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冬天来到德国，或是经过阿尔卑斯山，你经常会看见冬天，它那个路的两边，除了那种反光那种杆之外啊，就是方便晚上开车，对吧？它甚至呢冬天还插了另外那种杆，可能有2米多高。当时我不理解，然后我就问了德国朋友，他们说是为了防止冬天下雪太多，看不见那个路边到底在哪里，那个边界，所以他插了那个另外的杆，以便呢那些司机知道啊，这里就是到边了，不能再往那个旁边开车了，否则可能会掉下去，这是这个原因。好，我们回头啊，回到刚才说了，是现在我们是德国的夏天，今天呢天气特别凉，只有17度。其实我是特别喜欢德国夏天的，因为跟我的家乡桂林比起来，我觉得这里的夏天真是太爽了，不用空调，可以过得非常舒舒服服。晚上我盖一个所谓夏凉被就可以了，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是在德国有些山区，要盖大的被子啊，因为盖夏凉被太冷了，还要盖厚厚的棉被才可以。夏天很舒服，那就表明呢，冬天可能就难受了，因为啊，在德国，一个是它有洋流的影响，另外呢，德国本来就是一个纬度非常高的国家。如果我不说，大家可能不相信啊。比如说我在科隆的纬度大概差不多51度了，北纬51度，大家看看咱们国内的地图，几乎到了漠河了啊。漠河应该是52度左右，对吧？那已经叫北极村了。科隆这边北纬51度，大概可能相当于黑河。它那里的那个纬度吧，可能黑河是往南100-200公里左右，反正挺往北的，就是在中国东北的很东北的地方了。这就是我们德国这边，特别是德国中北部，他们的纬度是非常高的。德国汉堡的纬度应该跟漠河差不多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我们这里的冬天有多难过。多难过呢？冬天大概德国呢，从11月到第2年的3月份，也就是1年大概有5个月，我们这里属于冬季。虽然冬季呢不是特别的冷，有的时候有那个寒流，从西伯利亚那边的寒流，也就是从那个什么乌克兰那边啊、俄罗斯那边那个风吹过来，这种是干冷。那情况下呢，就可能呢气温会降到-10度，甚至柏林那边会降到-20度。科隆这边最冷可能就会降到-7-8度左右，这是最冷最冷的。一般啊，一月份我们这里可能-2-3度，-4-5度，这是正常的。那个晚上啊，白天大概在0度左右。所以呢，我们这里冬天其实不是特别冷，但是最难受呢是我们这里的天气，天气呢很糟糕，它阴冷这种天气特别多。在德国待的时间长的人知道，德国人有个词叫 November Wetter， 就是表示呢11月的天气是最糟糕的。糟糕在哪里？11月、12月就是1年啊晚上最长的时候，对吧？白天最短的时候，又加上这个时候，这阴雨天气特别多。如果是下雪还好，但是它气温它一般是可能就几度，4-5度、5-6度、7-8度，就是很冷的时候，而且没有太阳，非常阴的啊，那种特别特别压抑，阴、冷、黑，就是德国11月天气最好的写照。到了元月份之后，也就是过了12月21号左右，那个白天慢慢就变长了。然后呢，这阴冷的天气，特别是阴天，就变得越来越少了。进入3月份，然后呢，阳光明媚的日子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就说了啊，从11月到第2年3月，大概小半年是德国呢最黑暗的时候。所以在德国啊，大部分德国人他们的那个性格比较内向，比较压抑，就是慢热型的德国人特别多。我认为啊，与德国的气候有非常大的关系。一个是它的纬度非常高，北纬50度、51度、52度。另外呢，就是德国的气候天气呢，阴雨天、阴沉的天气特别多，所以导致了人民普遍来说比较压抑，比较冷慢热，就这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是有非常大影响的。我认为啊，患忧郁症的人，他的比例要比中国人多得多。因为在我的周围，我碰见过不止2个，甚至3个我认识的人，他们有忧郁症的。其实从他表面你看不出来的，但是他就是说我忧郁了，我要去看心理医生了。他们确确实实呢一直在看心理医生，看了好几年了。反正我是不明白啊，虽然我觉得德国这天气冬天就特别难受，但是再难受也不会导致你的那个有心理阴影吧，对不对？因为这天气你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觉得要一个人要学会接受现实，我认为是最好的。否则你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啊。我歪楼了啊，我把楼把它歪回来。说到德国气候，我再来说说德国的饮用水。其实按照德国法律，这饮用水就是水龙头的水一开出来要达到饮用的标准。确实啊，德国的水喝起来它那个味道不是特别的大，没有很多化学的味道。这一点呢，与我回国比如说在北上广那种大城市喝自来水完全不一样的啊。我发现比如说在广州，如果你想喝自来水，水龙头出来水，它那个化学的味道应该是含有氯，对吧？就特别的浓。所以在国内我从来就不会喝自来水的水，即使在我老家我也不敢喝，因为我确实怕那个闹肚子。在德国，因为他们法律规定确实啊，水龙头的水你是可以喝而不会闹肚子的。但是这是一回事啊，就是说它的卫生是达标了，但是它的质量没有说达标啊，不保证它的质量一定会像矿泉水一样好啊。有些地方确实啊，德国的那个水龙头的水跟矿泉水的质量差不多，但是我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呢，我家比如说科隆，我们家的自来水，它那个碱性特别的大，也就是烧水之后有一层厚厚那个垢，所以我认为啊，德国的水虽然那个卫生达标了，可是它这个水的质量有没有达标，我真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啊，德国自来水它的质量真的和矿泉水差不多，那超市卖那些的水，那不是卖了一个寂寞了吗？对吧？说到德国那个自来水，如果质量那么好，那么德国有一种产品，在中国也很有名的啊，那就是一个品牌叫 Brita， 我不知道汉语的名字叫什么。Brita 就是一个滤水器，它的品牌，这在德国是一个非常大众的品牌。没有什么高端不高端之分，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牌子。在德国其实像这样一个，如果你是光买这样一个过滤器啊，很便宜，碰到那个打折的时候可能就10欧元到15欧元这样一个。然后滤芯我们一般是买1年的，建议呢是1个月换一次，也就1年的套餐12个。我记得2年前买是50欧元左右，可能现在更贵了，不知道，我已经很久不看价格了。现在也可能呢60、70欧元应该能买得到吧，也就是一个，那就是6欧元左右，6欧元那就是人民币40多块钱，这是1个月，赚欧元花欧元，那就是5、6欧元左右一个，所以相对来说呢不是特别的贵。我要说的是，德国出了一个那么有名的一个水的过滤器这个品牌，就表明啊，这个市场有它的需求，对吧？那么我就推理了，那就说明德国的水质呢，并不像我们中国人所那个宣传那么好。这又是我们中国人神化德国的一个标志，把德国水龙头的水把它神化了。当然，喝刚才说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它健康不健康，那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否则，德国的科学家或者德国人就不会发明所谓世界那么有名的这个水的过滤器啊，对不对？真的，这个品牌在德国是家喻户晓，几乎每个德国家庭都用这个。你看我们家也用，对不对？它有市场的需求，就表明德国的水其实并不像我们中国人吹的那么好。这才是为什么几乎每个德国家庭都有这种过滤器的原因。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呢没有医学根据，
就是我发现有不少中国人说，就是因为你德国的水不好，所以呢，你看德国秃头的人特别多。其实我特别去就是做了再学习啊，这应该是医学方面有解释的，就是从德国或从欧洲人他们的基因来说起，应该是特别是北欧的人，他们的基因里面少了某种东西，所以才导致了白种人当中这秃头的人特别多，特别是男性啊。这与这水质应该那个关系不大。不过我不是医学人员啊，我只是从我掌握目前在网上掌握的一些医学知识来说，应该可能呢跟水没有很大的关系，而是跟人的 DNA 它的遗传有很大关系，才导致了所谓在白种人当中那个秃头的人比较多。中国当然也有一些秃头的人，同样是在我们比如说工程，我们的水质是非常好的啊，真的水龙头的水应该跟矿泉水的质量差不多。可是也有秃头的人，你不能说他水质不好了吧，对不对呀？还是 DNA 的原因。在德国，我在什么情况下会喝自来水呢？一个是我像喝茶的时候，我就直接用我这个过滤过的这个水烧开它来泡茶。另外一个呢，是我外出，比如说去出差旅行的时候，去那个地方，我知道，比如说阿尔卑斯山，那整个山区可能它水质都不错，加上呢，我不想再另外花钱跑路到他们的那个超市去买矿泉水，那这个情况下我可能会直接喝，反正就喝1次2次无所谓，对吧？对我的健康也不会造成那么大的伤害，这个情况下我才喝它的水。否则在德国我也会喝矿泉水，或者至少要烧开它的水泡茶。好了，我们回到今天我其实要说的话题，我发现最近1年来啊，在油管上有非常多，甚至越来越多的，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这些博主，他们跑到中国去拍中国的经历，大部分呢都是第一次去中国，而且我猜他们是利用了中国，一个是15天免签这种便利，另外一个呢是所谓过境免签，比如说有72小时的，有144小时免签的，比如说你过境啊，比如说从美国飞到泰国去，可能在北京转机，因为那个机票转机可能更便宜一些。那么这些人他就利用在转机的时候这5、6天、6、7天的时间，在北京啊，然后通过北京，然后坐高铁到西安或者到其他地方去，这些人比较多，利用这个免签的便利，在北京、在上海、西安、什么重庆、广州、深圳等等，反正利用这个机会在中国1、2线的城市走一走、看一看，我觉得这样挺不错的啊。然后这些博主，他们首先是第一次去中国，所以呢，他可能带有很深的所谓的我说吧偏见，就是他所在那个国家，他们媒体灌输给他的那些信息，然后呢，他带着他心目中的中国去看现在他现实的中国，所以这些博主拍出的东西，一般他们的标题都会标出 reality of China， 就是真实的中国，或者现实中的中国，或者我第一次来中国，我看到的中国和我原来想象的中国很不一样。他没说好和坏，就说很不一样。或者有人说 I was wrong about China， 或者我原来对中国的想法太错的离谱了。有的博主也有这样的标题。很多博主他拍这样的视频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因为它里面呢可能没有中文字幕，只有英文字幕，甚至连字幕都没有，他就是用英文讲。当然除了中文之外，我觉得我第2好外语就是德语或者是英文了啊，所以我可能看的德语的或者是英文这种视频比较多。如果是外语的话，那他给我推送的当然也是这些了。我相信呢，可能还有其他的外国的人到中国去拍的其他语言的，我不知道。这些以英文拍摄的，我发现可能他们拍摄的对象就是他们所在那个语言区那些观众群，而并不是专门拍给中国人看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拍摄的东西更能反映出他真实的想法，对中国的想法。这些人我发现
我是看那个收视率啊，就是点击率比较高的，一般有好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然后他们说，他们去到中国之后和之前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发现很多博主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非常的干净。这是很多博主他们反映出来的。那这表明呢，这并不是个案啊。那就回到了我原来拍摄的很多视频，我就说了啊，我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包括德国、还有法国等等等等这些国家的城市，大部分都非常的脏，不是一般的脏，而是非常的脏。比如说在德国，我在这个城市科隆，德国国家电视2台拍摄了一个纪录片，反映德国的垃圾的情况。就城市里面垃圾啊，科隆是德国最脏的城市，不是之一啊，是最脏的城市。当然在这里说的城市肯定是有一定规模的大中城市吧。我还去过，比如说法兰克福，我还去过柏林。我觉得柏林其实要比科隆更脏。那为什么那个柏林没有上榜？我不知道，也许他们踩点不太一样吧。反正我看到的柏林要比科隆更脏。比如说科隆的地铁站就没有柏林的脏，科隆的公园就没有那个德国柏林的脏。美国也特别脏啊，比如说纽约有多脏呢？真是惨不忍睹。你看纽约地铁里面脏得真的不成样子，里面大小便的老鼠、针头这种也有，反正里面脏得不成体统。最脏的还是我去过费城，虽然是花费那个费，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它是废掉那个废，废掉那个城市，颓废之城，废掉的城市叫费城。美国费城啊，是我去过所有西方国家或者世界上所有我去过的国家最脏的一个城市，比非洲很多城市都要脏，你能想象吗？所以呢，这些外国的博主去到中国之后，看到中国可以说一尘不染啊。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甚至呢去到农村也一样，你可以跟他们国家比较，并不是每个国家的农村都像德国或者瑞士农村那么清洁啊。全世界比瑞士还有德国农村干净的国家和地区屈指可数。当然，平均来说啊，中国农村肯定要比德国农村更脏一些，因为两个国家那个发展水平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强求中国全国14亿人口的全部的那个中国要比德国农村更干净。我觉得目前看了很难实现，今后有可能追得上来，甚至超过德国。我是说农村啊，但是目前肯定中国农村平均来说跟德国农村的发展还有干净程度还是有差距的，这点有一说一啊。我这里说的是德国的城市与中国的城市，或者西方的城市与中国的城市，这个干净程度啊有非常大的差别。也就是说，中国的干净程度可以说，当然我没有去过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是我见过的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最干净的城市呢就在中国。这些外国的博主，不管是他是从发达国家去的，还是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去的拍摄的，比如说我看到有巴西的博主，还有南非的博主，当然什么英国的，还有荷兰的、美国的都有，我都看过。他们一致反映就是中国真是太干净了，这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啊。那就表明他们国家的那个干净程度不如中国，或者这个他们想象中的中国那个肮脏的中国跟现实看的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他们普遍都认为中国很脏呢？我认为这与他们国家的媒体的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呢，与西方人他们固有的一种与生俱来的那种高高在上那种傲慢有很大关系，对吧？因为他们一直觉得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既然贫穷落后，那肯定是到处很脏啊，对不对？我想人类的共性吧，对吧？会觉得你这个国家越富裕，那民众的素质就会越高，那就会越干净，
这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想法。所以呢，我觉得不奇怪啊，就是西方这些人或者很多外国的博主对中国有这种错误的印象啊，这没法改变他们这个思维。所以呢，现实是最能够打脸他们的，我觉得这样很好。所以说来说去啊，我觉得中国就是给外国，不管是发达不发达吧，反正中国单方面给国外这些国家，他们有免签，比如说有30天的，有2个礼拜的，或者呢只是过境这种免签，72小时、144小时，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政策。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心态放宽一点，要让其他老外，不管是穷的、富的，多来中国看看，因为所有入境的人就必定要录指纹啊，所以现在你想黑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那个指纹是无法改变的，对吧？只要录下你的指纹，那么即使你是穷国的人到中国，你也无法在中国匿名的待下去，除非你这一辈子就只在中国，不处中国这个国家了。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担心，就是外国人呢在中国黑下来，不离开中国了，吃中国福利了，况且了黑在中国的人享受不到中国所谓的福利，所以这点也不用担心。越来越多的老外到了中国之后，看到中国真正的情况，然后呢，他们去拍摄这些东西，放到外网，比如说放到 YouTube 上面，让所有的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得见真正的中国。实际上不相信这些人拍的还是少数，我发现绝大多数还是相信的。比如说你从他们的评论就可以知道，我看见很多的博主下面他们的评论，可以说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肯定这些博主他们拍摄的内容是真实的，没有夸张。下面有的人，那些评论的人，有的说，哦，对啊，我以前也去过中国，我看到的中国和这个博主拍出来的中国是一样的。或者有的说，我现在就在中国，我在中国住了好几年了。甚至呢，有的评论说，我看到的中国要比这个博主拍出来的中国呢更干净，等等等等。也就是说，这些人通过他们的评论又给予了肯定，所以让这些博主拍出来的更有说服力。When I come here to China before, my idea about China based in Hollywood movies and BBC and Reuters and CNN, for example. And of course, this idea about and the image, I mean, I thinking I will find China as I see it in the movies. Dirty street and poor people and sick people and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of course, this is when I arrived to China, and I have a big surprise. This is not China in the movies. China is a great country, great people, development people. I met here in China many of journalists from Global South, specialists. I speak with them. My idea about, for example, Panama and Colombia, before I met those journalists from Panama and Colombia, that's I thinking all Panama's people and Colombian people, drugs and mafia and youth with a tattoo and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also I thinking, for example, in my country, all the world thinking about Sudan, that Sudan is the poor country and hungry people, and that photo, if you remember, that the eagle stand behind the child, this is the image, the global image. So I think we need to create a platform, media platform, to explain to the whole world what the meaning of our country and what the real picture and real photo in our country.